苹果最新款的 iPhone 11已经发布了，那么我作为一个开箱博主，怎么能不在第一时间体验一下呢？所以我二话不说就买了一部 iPhone 11的祖宗 iPhone 4S。苹果 4S 应该算是苹果11的太爷爷了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开箱一个苹果 4S 还是很牛逼的，对不对？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箱！我已经非常的迫不及待了。卖家说是9成新的，我们看看这个成色到底怎么样。哇，这个包了这么多层，哇，看着非常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要说9成新绝对没有夸张，哇，一点划痕都没有。这部手机拿在我的手里，我就非常的感慨啊！曾经需要割肾才能买到的一部手机，现在不要9998，不要998，对，只要98就能买来了。所以我们的肾还是不要随便的去割，当初忍痛割下来的肾，现在只剩98块钱了，这是何等伤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还是不说肾的事情了，说起来非常伤心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手机的事情。这一代的 iPhone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处于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。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好看了，前后都是玻璃面板的这种设计。然后它这一代的设计在 iPhone 6开始就已经舍弃了，卖家已经帮我把前后膜都贴上了。这个真的算是9成新，因为这个正面以及背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磨损，只有在这个边框这里稍微有一点磨损。模仿一下啊。那么下面我们来开个机吧。反应还挺快了，已经出现这个苹果的标志了。终于开机了。第一步，先来连接一下无线网。好，成功的连接上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是不是非常的经典，非常的熟悉。而且即使是8年前还是9年前的手机，这个流畅程度基本上没有改变。看一下打开的速度，哇，非常的流畅顺滑。看一下这个照相。这个像素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微信能不能正常的使用。微信打开之后必须要登录这个苹果账号才能使用，但是我登录了之后，它这样显示验证失败，需要使用安装 iOS 11.0 或者更高版本的设备才能使用此苹果 ID 登录。那意思就是用不了喽？好吧，那我们试一下通话功能。好，手机卡插进去了，正在搜索信号。不会吧，竟然显示无服务？不应该呀，卖家说是可以插卡打电话的呀。那这个问题就先不研究它了，等一下我再问卖家吧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苹果手机买回来用来怀旧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98块钱的价格啊，想想以前要4、5千、5000多的价格。虽然我也不怎么喜欢用苹果，但是这个手机拿在手里的质感真的是非常不一样。这个如果能打电话发短信的话，作为一个备用机还是真的非常不错的。好吧，今天这个 iPhone 11它祖宗的测评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